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印度这个话题。本来呢这个话题我看很多中文自媒体的朋友们都聊过啊，再加上时政类的自媒体呢，有几位博主可以说是非常的博学多才。那一般他们聊过的话题呢，我也不敢关公面前耍大刀。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关于这个中印冲突他们的分析非常偏向于中国这边的动机、利益和诉求，而忽略了印度那边的一些背景情况、动机和诉求。所以呢，我就准备简单聊一聊，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印度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大家看这张图。那印度所在的这个南亚呢，这个大陆呢其实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大陆。那东北方向呢，也就是尼泊尔以北那白色那一片那个是全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那西北呢，阿富汗那一带呢，又都是崇山峻岭其余的几个方向呢，可以看到是被印度洋的海水所包围。所以说这个大陆呢，它其实是非常封闭的自成一体的一个世界所以也叫南亚次大陆、印度次大陆。那在这一片区域里你可以看到印度呢是当之无愧的霸主无论是从领土面积角度，还是从人口规模角度。那印度的人口规模我们都知道是13.6亿人，仅次于中国，全球第二大的人口规模的国家。那我们再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人口呢是2.03亿人，孟加拉国呢是1.67亿人人口规模总体来讲也不少了，但是跟印度相比呢还是很小。那其他的尼泊尔缅甸、斯里兰卡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几个国家的人均 GDP 跟它的比较也是有差距的。那巴基斯坦呢，在2018年的时候是1482美金尼泊尔呢是1033美金，跟这个印度呢都有差距印度呢在2018年是2000美金的人均 GDP 2019年呢有所增长，是2140美金。那我给大家看完这个图呢，就是告诉大家印度呢在南亚次大陆这一块呢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霸主。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它在全球的位置。那这张图呢，就是印度就是整个全球 GDP 的一个排名大家可以看到，印度的 GDP 呢，它已经达到了全球第5的位置，总量呢达到29,577亿美元，其实也就是将近3万亿美元的一个水平它很快就会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那印度现在的经济体量呢，其实是相当于2006年时的中国。那平均人口年龄呢非常年轻，只有28岁相当于中国1998年左右的那个样子。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是38岁跟美国差不多，也是都是平均38、9岁吧。那在印度这13亿的人口中呢，青壮年的人口的总数呢是8亿人劳动力大军的平均年龄呢，刚才讲了非常年轻，就是27、8岁。那35岁以下的适龄劳动人口呢，占到65%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荷尔蒙分泌非常旺盛的一个国家。那第3点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中印之间的贸易额。那中印之间的贸易呢，在2019年的时候突破了6300亿人民币。那其中呢，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呢是5156亿，那印度呢从印度进口呢是1238亿可以看到中国其实从印度呢也赚取了大额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呢是赚到3917亿人民币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大概是500多亿美元所以说中印之间呢，因为中国呢总体来讲是世界工厂，是制造业大国，印度呢总体来讲还是偏向于一个农业经济农业国家，所以说它的很多的产品呢还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呢从印度身上呢也赚了不少美元。那我们再看一点，就是现在印度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疫情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印度的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它已经是成为这个疫情第4严重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第1严重的是美国后面的这个3位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是金砖的国家他们占据这几个位置。所以说印度的这个每天的新增的发病人数呢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显示的。那红色的那个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呢一直在向上现在最近几日呢，每天的新增病例基本都是1万以上。所以说可以看到印度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再加上印度的这个医疗卫生条件也比较薄弱人口又众多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一些画面和图片印度的很多人拥挤在这个公交车上火车上这个各种地方非常拥挤所以说整个印度的疫情呢也是不容乐观的。所以这个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印度的几点情况接下来呢我就说一下我对中印这次冲突的几点观点那第一个观点我想说的呢，就是印度呢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平均年龄呢又这么年轻，
那如果经济好的时候有就业呢，那这个就叫人口红利。但是如果经济萧条没有就业再加上疫情严重，那这个呢就不是人口红利了，这个就变成人口炸弹了它刚才我也讲了，它是旺盛的荷尔蒙分泌的一个这个人口炸弹这个人数太多了，而且都是年轻人。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国内如果有些矛盾稍有处理不好呢，就很容易引发国内的这些社会不稳定，或者说国内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印度它是有很强的动力呢去挑衅中国因为它有国内的这个就业的这种压力包括疫情的压力在它有转移矛盾的这个动机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印度呢本身它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62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印也发生过武装冲突，那个时候印度战败。那印度呢对中国可以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的社会它本身其实是一个组织非常分散的语言呢有100多种，再加上它有种姓制度等等，它其实是非常分散的，不利于团结和组织起来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但是呢有一点它就是可以团结转移矛盾，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非常容易调动起来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空前团结的一种这种情绪。那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呢，可能就有点像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稍有冲突呢就很容易点燃。那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很多人呢，他把注意力放在中美之间呢可能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修昔底德陷阱，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听说过但是我怕有人不知道，我就简单说一下。它就指一个新崛起的一个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那现存的大国呢，必然也会回应这种威胁。那这样呢这个战争呢可能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那这个说法呢，它来自于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以就给它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那当说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呢，当今社会呢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冲突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也有可能发生的印度这种人口当量跟中国相似的相近的，而且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虎视眈眈的这种新型的人口地缘大国它可能也跟中国也会有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呢已经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全球第2大经济体。那对印度包括对越南，对很多国家来讲，它对这种世界工厂地位尤其是产业链它其实一直是虎视眈眈。我之前呢也有节目做过说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呢垂涎已久。所以说呢，这也有可能变成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它不见得都是老二去挑战老大，不见得是，它也有可能是后边的一些小弟后边一些人口当量跟中国相似的或者说条件呢跟中国差不多的他瞄着你这个老二的位置，他也希望把你这个位置给你替代下去。所以说这也有可能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第3点。第4点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中美冲突的这个当下最近不是在夏威夷的这个谈判嘛，大家也看到了明显分歧非常大，可能谈的呢也不是很好，也没谈拢什么东西虽然谈了6个小时可能也没什么结果。那刚刚早上呢，我又看到特朗普呢又发了一个推文表示美国的这个会保持一个政策选项就是说与中国全面脱钩的这个政策选项，它会保留当然他说的是 option 不是说一定脱钩，就是说政策选项之一。那第5点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印度总统莫迪呢关于这个事情中印冲突这个士兵死伤这个事件还发表了公开讲话。那讲话呢非常强硬他说，我向全国保证，我们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进行回击这是他的原话。那其实说挑衅呢我觉得真不好说是谁挑衅谁只能说印度挑衅中国的动机和利益更大一点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呢到现在也没敢公布或者说刻意没有公布中方死伤人数更别说这个国家主席来一个全国公开讲话了。所以说明显的是希望低调处理冷静处理，和平处理。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关于印度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印度的人均 GDP 呢是有$2000，对吧？2019年呢，其实它已经增长到$2140。那另外一个对世界工厂地位虎视眈眈的国家越南呢，它的人均 GDP 呢是$3500多。那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人均 GDP 呢是中国的这个1/5然后这个越南的人均 GDP 呢是中国的大概1/3大概是这个水平。那所以说这2个国家呢人均成本包括人均成本从动机角度来讲都有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地位进行抢夺的这么一个动机，或者很强的这个利益诉求。那好，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这个是
之前的一个预测，大家可以看到2010年呢，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呢都是这个一个正的金字塔形当然印度的这个人口呢更年轻因为它这个人口生育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它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了这种2波婴儿潮一个就是60年代的那一波婴儿潮和80后的那一波婴儿潮，明显的2波婴儿潮，它的这个结构呢比较均匀像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上去的因为它这个生育没有计划生育这个限制。然后再看一下这个2035年的预测，到2035年以后呢，整个中国的人口结构呢就非常非常老化，2波的婴儿潮呢都变得可以说非常老了包括80后到了2035年的时候，他也50多岁了，所以说中国这个整个人口结构就变过来了，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像倒金字塔的一个形状。在2035年呢，印度呢整体的人口结构呢还算是相对健康这个大家看这个底座基座还是比较厚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必须是在有就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这才是一种优势，是人口红利但如果你没有就业机会，经济不繁荣那就会变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变成一种人口炸弹就不是人口红利了。所以说，世界工厂这个地位呢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中国经济一切的基础是所有不管是汇率这个房地产股市债市各个方面资产市场的这个基础所以保护中国的世界工厂，保护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的地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了，最后呢，我总结一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印度的一些情况给出了我的观点就是说印度呢有很强的动机和利益诉求去挑衅中国，面对国内的这种经济的困顿、疫情的扩散它的国内矛盾呢无处转移，再加上长期呢对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虎视眈眈，所以印度呢有铤而走险的这种概率主动挑衅中国的概率呢也比以前大大增加。那当今呢，人们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关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忽视了中印之间呢也有可能存在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